大家好，歡迎嚟到不左不右呢個頻道，關注中立嘅新聞，盡量傳播真實嘅信息同提供客觀嘅分析。俄烏戰爭3週年紀念日一過，美國又喺聯合國大會上兩次同俄羅斯企埋一齊，拒絕譴責俄羅斯。咁樣係乜回事呢？呢一集我哋繼續嚟關注烏克蘭復製。如果未睇過上一集嘅朋友，可以去睇一睇。而家我哋先嚟睇一睇新聞。2月14日，美國副總統 J.D. Vance 喺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面表示，歐洲最大嘅威脅唔係俄羅斯，唔係中國，而係來自內部嘅威脅。佢認為而家嘅歐洲正喺度拋棄緊可以當時俾佢戰勝蘇聯嘅價值觀，例如講話言論自由同埋選舉。Vance 嘅演講喺會場入邊引起咗沉默同埋震驚。多名歐洲高級官員表示佢嘅發言唔恰當，甚至不可以接受。2月23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喺 Kyiv 舉行嘅新聞發佈會上面表示，如果可以為烏克蘭帶嚟和平，或者可以使烏克蘭加入北約嘅話，佢準備好立即辭職。2月24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咗白宮，並且同川普會面，舉行咗聯合新聞發佈會。佢表示，未來幾週之內討論停戰同啟動可持續和平嘅談判係可行嘅。Truth, I think it could be done in the weeks to come. Truth on air, sea, infrastructures. If it is not respected, it will be the best evidence of the fact that Russia is not serious.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we negotiate on security guarantees, land and territories, and it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Reconstruction. The US will have the deal on critical minerals and rare earths and so on. You're fine with that? Yeah,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have the US commitment in the Ukrainian sovereignty. So we will negotiate, and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you have a peace treaty and a peace agreement. The day after, how to make sure that Russia will not violate this treaty? There is no consensus for NATO and having Ukraine joining NATO. But if we leave Ukraine alone, we did it in the past. So we need something more. 英國首相 Keir Starmer 亦都會喺本週隨後訪問白宮。同日，美國兩次喺聯合國同俄羅斯企喺同一陣營，喺有關烏克蘭戰爭中嘅投票持咗雙重嘅立場。首先，美國同俄羅斯共同反對一項由歐洲起草譴責俄羅斯行為並且支持烏克蘭領土完整性嘅決議。投反對票嘅其他國家包括中國、朝鮮、伊朗等。隨後，美國同俄羅斯聯手支持一項美國起草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呢個決議呼籲立即結束衝突，但係冇對俄羅斯提出任何嘅譴責。2月25日，烏克蘭最高拉達通過咗一項協議，支持總統澤連斯基繼續履行總統職責，直到選舉產生新任總統。2月26日，川普喺佢上任之後嘅第一次內閣會議上面表示，澤連斯基將會喺呢個禮拜五，即係2月28日訪問白宮。講完咗新聞，而家我嚟講一講我哋已知嘅幾個事實。2019年7月，川普同啱啱上任嘅澤連斯基講個電話，佢喺電話入邊要求對拜登以及亨特拜登等人進行調查。結果呢一次談話直接導致咗川普第一次嘅彈劾。呢個彈劾案喺2020年2月份先至被否決，而澤連斯基本人喺2024年9月22日訪問咗喺賓州 Scranton 嘅美國陸軍彈藥廠，當時陪同嘅有賓州州長 Josh Shapiro 以及其他唔同嘅民主黨官員，但係冇一個共和黨官員隨行。2014年喺俄羅斯吞併咗克里米亞以及挑起咗頓巴斯內戰之後，北約成員國同意將國防預算目標設為本國 GDP 嘅2%。一開始只有美國、英國同埋希臘達到咗呢個標準。喺川普第一任期嘅壓力之下，以及烏克蘭戰爭嘅影響，2024年30個成員國有22個達標，但係唔達標嘅國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加拿大等國家。近代以嚟，英國一直奉行歐洲軍勢嘅政策。16世紀，英國長期同當時嘅最強國西班牙爭奪殖民地，並且擊敗咗佢嘅無敵艦隊，奠定咗日不落帝國嘅基礎。而到咗17到19世紀，英國長期同法國對抗，佢哋從路易14到拿破崙一直都喺度打，甚至喺拿破崙年間組織咗7次反法同盟，最終打敗咗拿破崙。19世紀末，英國又同俾斯麥領導下嘅普魯士德國針鋒相對。一戰入邊，英國同世仇法國以及俄國聯合起嚟，一齊反對以德國為首嘅同盟國。然後眾所周知，二戰嘅時候，英國唔肯投降，一直同納粹德國對住嚟搞。二戰結束之後，又同法國聯合起嚟，一齊對抗蘇聯。所以呢，好多人叫英國有個雅號叫做歐洲搞屎棍。而法國喺二戰結束之後，就一直致力於增強歐洲嘅獨立性。1957年，法國推動建立咗歐洲經濟共同體 EEC， 亦即係而家歐盟嘅前身，旨在通過經濟合作增強歐洲嘅整體實力。1966年，法國總統戴高樂認為美國控制咗北約，所以佢從北約中撤出嚟，直到2009年先重新加入。現任總統馬克龍喺佢上任之後，亦都積極提倡歐洲主權嘅概念。講完咗事實，我而家嚟講講我自己嘅觀點。第一個觀點可能比較有爭議性，就係普京佢係全球右翼嘅其中一個精神領袖，而呢啲右翼呢，就包括咗美國以及歐洲嘅右翼。其中嘅原因有好多嘅，包括俄羅斯本身呢，就係一個東正教嘅國家啦。普京本人呢，對 LGBTQ 呢啲文化嘅態度啦，仲有佢強人嘅形象啦，呢啲都俾佢呢使好多右翼呢係有奇怪嘅崇拜佢嘅呢種諗法嘅。而右翼呢係川普最穩固嘅票倉啦，絕大部分嘅 MAGA 呢都係右翼嘅，咁呢，佢自然呢就要討好佢自己嘅 base 啦。如果你覺得有啲奇怪嘅話呢，我可以建議你呢睇一睇 YouTube 上面任何一個偏右嘅頻道。佢可以係新聞，可以係時政，甚至可以係普通嘅分享生活。就算喺2022、2023年嘅期間呢，評論區入邊呢，好多時候呢都係有大量嘅孤立主義嘅氣氛啊，或者話我哋美國唔應該援助烏克蘭啊，甚至話俄羅斯係被逼嘅呢啲咁嘅話術嘅。而講翻川普本人呢，佢喺1987年呢就已經受當時嘅蘇聯政府啦去過俄羅斯啦。而佢亦都喺佢自己嘅《交易的藝術》呢本書入邊咧，有回憶過呢一次嘅經歷嘅。咁咧，佢以及佢嘅家族咧，後面都去過好多次俄羅斯嘅，甚至咧有傳言講話咧，俄羅斯嘅商人、投資商，甚至係寡頭咧，喺佢最危急嘅時候咧，就係借咗俾佢錢嘅，等佢可以安全咁度過商業嘅危機。咁咧，佢喺一上任之後咧，就已經同普京咧係企得比較近嘅。2017年上任之後呢，嗰陣時呢，俄羅斯係已經攞低咗克里米亞以及挑起咗頓巴斯嘅戰爭，但係佢依然多次公開場合呢，俾普京呢戴高帽呢，話佢係一個強人啊，話佢好有能力啊，諸如此類嘅話。而且佢仲喺2018年呢，同普京喺芬蘭呢舉行咗一次會面嘅。咁呢，當然呢，仲有第一任期一開始呢，就有民主黨一直喺度傳言話呢，川普咧同喺競選期間咧同俄羅斯有染嘅，最後經過咗2年嘅分析同埋調查咧，就係冇得出任何結論嘅。但係咧咁樣嘅講法咧，依然係有好多人相信嘅。而啱好嘅係咧，川普佢第一次嘅彈劾，自然同我哋嘅事實相關啦，就係同澤連斯基講過一次電話開始嘅。咁咧我自己咧係完整睇過當時佢哋嘅通話筆錄嘅。從通話筆錄嚟睇呢，川普同澤連斯基呢係冇咩衝突，川普冇問過乜嘢非常之唔恰當嘅説話，除咗係對拜登以及亨特拜登嘅事情。咁當然啦，喺拜登佢卸任總統前幾個鐘呢，佢係赦免咗亨特拜登嘅，所以呢，咁樣嘅行為呢，亦都可以懷疑當時嘅拜登係咪真係喺烏克蘭有咩巨大嘅利益輸送關係啦。如果有機會嘅話，我以後會講一講拜登家族嘅有關嘅事。而澤連斯基本人呢，佢
當時喺做完嗰個《人民公僕》呢個電視劇之後呢，佢成立嘅人民公僕黨呢，本身嘅意識形態呢就係偏向左翼嘅，咁啊自然啦，佢梗係向民主黨有更多嘅偏向啦。喺2019年佢去參觀賓州嗰個炮彈工廠嘅時候呢，嗰陣時呢佢去嘅呢係美國當時選舉最重要嘅搖擺州，而且係一個比較敏感嘅時候，當時離總統競選仲有個幾月嘅時間，而且佢跟佢陪同嘅呢，只係得民主黨嘅官員，而冇共和黨嘅官員，所以呢，川普肯定對呢樣嘢呢係有啲警棍嘅。所以綜上所述，川普對普京以及俄羅斯呢有佢自己個人嘅偏好，呢個係幾十年嘅習慣而形成嘅。但係呢，佢對澤連斯基同埋烏克蘭呢就係冇乜好印象嘅。但係你如果話川普係俄羅斯嘅間諜咁樣嘅講法呢，喺冇更多有說服力嘅證據之下呢，咁呢我暫時係唔相信嘅。另外一方面呢，川普佢作為競選呢，佢一直都喺度宣傳話啊，我一定可以解決俄烏戰爭呢個問題，甚至話24小時可以搞掂。咁當然24小時肯定係車大炮，但係佢依然想話兌現佢係一個所謂嘅和平總統嘅宣言。佢想證明佢同拜登甚至係奧巴馬係唔一樣。拜登同奧巴馬做唔到嘅嘢呢，我可以做到。I can make a deal。而佢作為商人嘅特質，以及佢對 MAGA 呢一個信念呢，喺佢本質上喺代表美國嘅時候呢，佢係唔會太顧慮於道德同埋美國應該點樣做呢種咁嘅傳統嘅思想上面。佢呢，只要係會追求對美國嘅利益最大化。咁我哋而家嚟睇一睇歐洲應該可以做啲乜嘢啦。首先，歐洲一直以嚟呢都喺想佢自己嘅獨立性同埋獲得美國嘅保護之下呢，就攞得一啲平衡嘅。但係呢，自從蘇聯喺1991年解體之後呢，大部分嘅歐洲國家大量裁軍，將大筆嘅國防預算呢就用喺其他地方嘅。馬放南山之後呢，就好難再恢復嘅。無論係軍隊嘅人數啊、武器嘅實力啊、創新嘅能力啊、軍工嘅生產啊，甚至係招募兵員，佢都好難同冷戰之前相比。咁咧有好多嘅軍事嘅 YouTuber 咧都有講過呢一類型嘅嘢啊。咁例如講話英國嘅陸軍只有700萬人啊，諸如此類嘅嘢。咁咧我就唔再贅述啦。咁咧而家我哋各自睇一睇唔同嘅國家啦。咁咧第一個係英國啦。咁我哋之前嘅事實入邊講到咧，佢咁多年都係奉行歐洲平衡手呢個策略嘅。咁咧佢就一直反對咧人口最多、軍事實力最強嘅國家，幾百年都係咁樣，而家都唔例外。咁佢反對嘅自然就係俄羅斯啦。咁啊，雖然喺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嘅實力相對係弱咗好多，但係英國會一直反對佢，直到有另外一個實力更強嘅歐洲國家出現。咁法國呢，佢啊確實又想獨立自主，但係始終都冇辦法攞到絕對嘅主動權啦。咁啊，先唔好講話佢北約喺2009年先重新加入啦。就算加入之後，喺軍事援助嘅方向嚟講呢，法國對烏克蘭嘅軍援呢，真係唔似樣嘅。佢係排喺歐洲好後排嘅地方，而法國係歐盟嘅核心。佢又講咗好多次啦，講就好好聽咧，就話會加強對烏克蘭嘅援助啊，會俾佢好多坦克武器啊，會有考慮會駐軍啊。但係呢啲最後都證明咧，每次都係雷聲大雨點少。咁啊，德國又唔使講啦，德國啊有和平憲法嘅限制，佢根本冇辦法發展太長嘅軍事嘅。咁歐洲對俄羅斯最強硬咧，就係以前華沙條約嘅前加盟國啦，包括俾蘇聯親併嘅波羅的海三國啦，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波蘭啦，歷史上多次俾俄羅斯、德國去吞併啦，仲有捷克嘅。另外咧，同俄羅斯地理關係比較近嘅北歐國家，例如話芬蘭啊、丹麥啊、挪威啊、瑞典啊咁樣。但係呢啲國家人口實力同埋經濟實力咧，始終係有限嘅。所以咧，歐洲如果真係想一心對付俄羅斯嘅話，一定要團結一心，先可以保證自己嘅實力係超出佢嘅。但係你睇過，就算係川普同埋 Vance 最近呢一個月上下有咁冒犯嘅表態，話歐洲冇能力去保護自己啊，歐洲要提高自己國防預算啊。
歐洲甚至係俾左派盛行而控制咗啊！歐洲到而家始終都未能達成一個有約束力嘅協議，佢哋仲係要睇美國嘅眼色先。所以好遺憾嘅係咧，烏克蘭咧就冇辦法話完全相信歐洲嘅，佢始終都要睇美國嘅態度。所以咧，川普同埋 Vance 咧就睇死咗呢一樣啦。一方面咧，佢哋就想用自己嘅表態咧，等歐洲更加緊張起嚟啦，咁樣可以負擔咁多嘅軍費啦。另外一方面咧，佢又想繼續持續對歐洲嘅談判啦。咁咧，等歐洲拖住俄羅斯啦，自己咧就可以集中對付中國。喺呢一兩方面咧，達成美國利益嘅最大化。但係咧，就好似我哋上一集講嘅，川普自己嘅發言咧，已經係深深傷害咗美國喺歐洲盟國中嘅聲望同埋地位啦。美國咧喺短期之內咧，可以咧就獲得歐洲嘅一部分利益，但係長期嚟講咧，歐洲咧一定會踏上更加獨立自主嘅道路，離美國嘅距離咧係會變遠嘅。咁咧佢遠幾多咧，就要睇具體嘅國際局勢啦。所以咧，我認為就算美國同烏克蘭之間咧簽咗呢個礦產協議咧，歐洲咧亦都會有一啲額外嘅援助同埋措施嘅。最有可能咧就係長期咁俾烏克蘭經濟上面嘅支持，而軍事上咧佢可能會派一部分嘅士兵咧到烏克蘭境內。咁咧具體嘅位置咧要睇佢嗰個停火協議嘅安排啦。而喺本國入邊咧，佢哋一定會加強募兵制，會諗住招更多嘅士兵，發展自己嘅軍工實業。但係效果係點呢？都幾難講嘅。咁我哋最後嚟睇一睇烏克蘭呢個局勢對美國全球戰略嘅影響。川普嘅戰略咧一直都好清楚啦。佢第一任期嘅時候咧就已經試過好多次同俄羅斯同埋朝鮮搞好關係，等佢哋咧唔好太靠近中國。咁當然啦，最後因為疫情以及其他嘅好多原因咧，冇達成佢想要嘅效果。所以咧，川普佢除咗佢自己嘅個人喜好之外咧，佢仲係想繼續奉行自己一貫嘅戰略。佢呢次咧就加碼嘅，更加渴望咧就係聯合俄羅斯。講好難聽啲咧，就算係冇面，就算係犧牲烏克蘭嘅利益咧，佢都要俾普京戴高帽，希望咧俄羅斯係企喺美國呢一邊去圍堵中國嘅。而同時咧，佢又要對歐洲更加之強硬啦，要求佢哋喺防務上咧付出更加多嘅責任啦。而同理咧，由於佢有以色列咧，所以佢可以名正言順咁咧係持續去打擊伊朗嘅。咁咧，中國所謂嘅幾個聯盟啦，伊朗、朝鮮、俄羅斯咧，都係川普嘅目標，係打算一就係分化佢，一就係削弱佢。咁睇翻轉頭，中國同俄羅斯之間咧，雖然係盟友，但係從清朝到而家咧，絕大部分時間咧都喺度對抗中嘅。雙方咧對彼此咧都係懷有戒心嘅。咁咧呢一點咧，我哋以後會專門揾時間講。但係由於係局勢所逼咧，只能係所謂嘅合作無上限。咁喺咁嘅情況下咧，聯俄抗中嘅政策咧，係唔係一句空想，或者係真係有實際效用咧？要從後面停火嘅協議咧，先可以嚟推測佢嘅最終效果係點樣。而呢一方面嚟講咧，就暫時咧就唔使擔心話美國咧會拋棄台灣，因為全球半導體以及芯片咧都嚴重依賴於台灣嘅情況下咧，台灣同美國最重要嘅國家利益咧係高度綁定嘅。川普佢自己係一個商人，所以咧佢肯定就唔會太過在意所謂嘅中美聯合公佈一個中國呢啲咁嘅政策啦。乜嘢條件咧都可以傾嘅。咁咧台灣可以俾佢咩條件，可以俾佢咩利益呢？咁另外一方面，好難想像中國而家仲可以俾美國出售咩更大嘅利益，因為美國已經視中國為最大嘅對手，甚至咧係比當年嘅蘇聯仲要可怕嘅。咁咧，所以未來幾年咧，美國咧係唔會拋棄台灣嘅。但係正因係咁樣咧，台灣必須要繼續咧加強自己嘅經濟，加強自己嘅軍事，咁樣咧先可以最大限度咁樣保持自己嘅安全嘅。咁烏克蘭呢個話題咧，真係可以講好多嘢。咁咧講咗2集啦，都先係只係講到話呢一啲嘅話題。咁咧喺美國同烏克蘭好快就可能會簽訂一份新嘅礦產協議嘅前提下咧，咁我哋最後嘅分析咧就留等礦產協議簽訂咗之後先再嚟睇啦。就記得鎖定不左不右，關注我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我嘅內容，請點讚同關注，多謝。
下次再會。